蓝星第8军区山豹特战旅大门，一排排特种兵眼含热泪看向大门。此时，一个身穿迷彩服但肩上不带军衔男人正背向着他们，缓缓地走向前面一辆1号吉普军车，敬礼。他叫秦凡，第8军区山豹特种部队眼镜蛇突击队队长。在一场跟恐怖武装的战争中，被子弹打中肺部和腰部，让他的身体出现了巨大问题，已经完全不能再适应特种部队的高强度训练和实战任务。他现在的身体素质都比不上一名普通的士兵，这种情况下，他除了退役别无选择。他才24岁啊，潜力无限。如果没有这次事故，未来他会比现在强很多，绝对会成为我们山豹最锋利的一把利刃。特种部队本来就是时刻会面临着各种意外，这是他的宿命。关于他的转业职位确定了吗？确定了，他家乡侦察科副科长。好，秦凡，好好照顾自己。脑海中回忆起了往日的一幕幕。他并不算是蓝星的人，确切的说，他是一名穿越者。你好，我叫赵涛，是第13军区指挥部参谋。你是秦凡上尉吧？秦凡下意识的想要回礼，但想到自己现在已经退役，不再是一名军人，只好作罢。我已经不是军人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我们老大想见你，想请你到我们军区总部去做客。你们老大，你们不会是想让我加入你们的特种部队吧？既然你们能够调查到我，知道我的身份，那应该也知道我的身体状况吧？我已经不再适合当特种兵。等等，我记得13军区好像没有特种部队吧？那你们找我是什么事？先上车说吧，这里人多眼杂，不好说话。正如你说的，我们13军区没有特种部队，但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后没有。我们军区已经获得了总部那边的批准，可以开始着手创建特种部队了，代号龙牙。我们找你是想请你担任我们这次选拔的总教官。可我们知道你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作战，但教官的职责主要是挖掘好苗子，训练他们。你是8军区眼镜蛇突击队的队长，有过数次选拔特种兵的经验。那些被你选拔出来的特种兵，我们都了解过，十分不错，且你有着丰富的特种作战经验。我们坚信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你们抬举我了，比我更擅长选拔训练新人的教官还有很多。我当兵时间也不过4、5年，远没有那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官眼光毒辣。你们应该去找更好的教官。实话跟你说吧，我们不是没去其他军区特种部队找过，但那些经验丰富的教官在本部队的任务本来就繁重，他们也要训练新人，根本借调不过来。这班那班，如果你不答应，我们是真找不到第2个合适的人选了。丁，恭喜宿主，最强教官系统激活中，最强教官系统成功激活。系统现在发布第1条任务，答应赵参谋担任龙牙特种部队总教官一职，奖励体质修复液1瓶。系统，秦凡微微瞪大眼睛，作为一名地球人，对于系统这玩意，他是再清楚不过了。现在居然真的发生在了自己身上。系统，我刚穿越过来的时候，你干嘛不觉醒？这都多少年了，我都被退役了，你才姗姗来迟。系统在，宿主请说。居然真的是系统，你说的这个最强教官系统是什么意思？还有体质修复液又是什么？顾名思义，最强教官系统含义就是意在协助宿主为龙国打造顶尖特种部队而存在的系统。这班那班将会比巅峰时期还要强上1倍。1倍？系统，是不是我答应成为龙牙总教官就能获得这瓶体质修复液？是的。反之，如果宿主拒绝，那证明宿主并不具备成为最强教官的意识条件，系统将会自动关闭。好，我答应你了，带我去找你们司令吧，咱们谈谈具体选拔步骤。丁，宿主答应接任第8军区龙牙特种部队总教官一职，任务完成，奖励体质修复液1瓶。是否融合？融合。丁，体质修复液融合中，20%、40%、80%。丁，融合完毕。请宿主注意，目前体质修复液只是初步融合，还有不少能量凝聚在你体内的细胞肌肉中，这个需要宿主后期通过自我强化训练将其慢慢吸收。行，我知道了。有一个新手大礼包，是否打开？还有大礼包，打开。叮，新手大礼包打开，恭喜宿主掌握常规特种兵战术知识技能大全，恭喜宿主掌握常规特种兵体能训练模式大全，恭喜宿主掌握常规特种兵伪装侦察技能大全，恭喜宿主掌握常规特种兵全武器教学技能大全，恭喜宿主
系统的声音连续响了30几声，这个新手大礼包直接将一名教官需要选拔特种兵的基础要求知识，以及成为特种兵后的训练模式，全都灌输到了秦凡的脑海中。丁，恭喜宿主获得鹰眼数据分析技能。系统，这个鹰眼数据分析技能是什么？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这个技能的主要功能有3个。第一，宿主会拥有猫头鹰般的视力，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可视的地方。第二，鹰眼可以协助宿主进行各种武器的射击，启用鹰眼技能后，宿主的射击精准度。第三，可以用这技能来分析被选拔学员的身体素质情况。宿主可以打开系统属性面板来看看自己的身体属性和掌握的技能知识，只要用意念呼唤出来便可。系统打开属性面板，姓名秦凡，职务特种教官，身体素质 2.5， 常人为1，技能常规特种兵36种选拔和训练技能，鹰眼数据分析技能，军功值0。我现在的体质是常人的2.5倍，还算不错的数据，算是恢复到之前的巅峰状态了。系统，这个军功值是什么意思啊？只要宿主选拔训练的新人有一定进步后，可以获得相应的军功值点，或者宿主完成其他实战任务，看任务难易程度，也可获得相应的军功值点。只要军功值点数达到一定数额，系统便会开放系统商城。商城里面会有各种奖品兑换，比如技能或者体能强化液之类的。报告首长，秦凡到了。首长好。呵呵，好。来，秦凡同志，先坐下说吧。是。秦凡同志，关于你的事，我表示十分遗憾。你的个人资料，我们第13军区已经了解过了。我们总部这边一致认为，你是目前最适合担任我们龙牙总教官一职的人。我可以答应当这个总教官，但我不敢保证真能成功。毕竟之前我训练的兵也是一个突击队而已，而龙牙是一个体系的特种部队，这不一样。没有什么是一定的，特种部队对我们第13军区来说，也算是半个摸着石头过河。只要你尽力就行，我们相信你。另外，我有几个要求，我需要几个辅助的教官。我有几个战友退伍了，他们虽然没有当过教官，但也有着非常丰富的战斗经验。好，等会你把名单给我。我的训练一切以实弹为主，不管是子弹还是炸弹，我都要用真的。所以我需要3个死亡名额和5个伤残名额。这么多？这是正常现象，因为残酷且实战的情况下，没人能保证100%不出现意外。如果这是正常的指标，我可以答应你。那好，那就没问题了。什么时候可以开始？随时都可以，我们已经在准备。你需要什么样的，你都可以直接跟赵涛说，他会安排好。好，你去选人的时候带上赵涛，他比较熟。要什么样的人，直接跟当地部队团长说。多好的一个兵啊，就这样废了。是啊，对于一名优秀的特种兵来说，没有什么比身体变废更绝望的事了。只是首长，他现在的身体素质真的能担任总教官一职吗？也只是负责指挥，又不参训，先看看吧。实在不行，咱们也只能另外找人了。等等，首长，你看，怎么了？这不是说他的身体受了很大损伤，不能进行剧烈运动了吗？他怎么还能跑这么快？快去看看，可不要出事了。这小子估计是在逞能。练你们的，不用管我。看他的表情，好像很自然啊。这家伙刚才不是被我们甩在后面几百米了吗？怎么一下子追上来了？这家伙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体能素质也忒牛逼了吧！14分钟整，这家伙14分钟居然就跑完了5公里，太恐怖了！爽，真的是太爽了。秦教官，你的身体……正如你们说的那样，我的身体状况正在逐渐恢复。这是真的？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感觉好很多了。恢复就好，恢复就好。让那个连队集合一下吧，我挑几个人。有看中的了，赵参谋，你去安排。报告首长，3连集合完毕，请指示。少熙吧？是，少熙。讲一下，你们5公里训练我也看到了，跟我身边这位同志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一个5公里，你们就被他甩开了1圈半，因为你们跟他比，的确不是一个级别的。你们猜的没错，我身边这名同志，就是我请过来担任我们军区特种部队代号龙牙的选拔总教官。首长，我们都可以参加报名选拔吗？不是，只有被我看中的人
才能进入选拔名单中。那想进入选拔名单需要什么条件？没有条件，只要我看中就行。选拔的事一切他说的算，司令部这边不会干预。第1排第5名，第2排倒数第2名，第3排第3名。初恋，恭喜你们进入了龙牙的被选拔人员名单中。回去后收拾好东西，10天后会有人来接你们离开。是，报告教官。为什么他们3人可以，我们就不行？就是我也行，我也要参训，请教官成全。我挑人不是看你现在实力行不行，因为你们全连没一个人达到特种兵的标准。我问你，刚才5公里训练，你为什么不在最后1公里全力冲刺？我用全力了。你知道什么是特种部队，什么是特种兵吗？特种部队就是一旦爆发战争，冲在最前面的先锋部队，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愿意将自己最后一滴血流尽。你们做得到吗？你说吧，要怎么个训练方法？20公斤，10公里。行，我现在去安排。好了，可以了，就这样吧，让他们休息5分钟，然后集合。好的，老秦，你要的那些辅助教官，半个小时后就能到。我去见见我那些老战友。老赵，这边的训练场地还需要再加一点的东西。还要加什么？我需要2座可以容纳50人的水池，水池里面不装水，给我装满医用消毒酒精。要那些玩意干啥？按照我说的做就行了。老赵，我让你托人在外面买的那些仿真人塑料人体买回来了吗？我问过了，最迟明早就到。好，来了之后按照我画给你们的图纸买好，可不要露馅了，这个很重要。行了，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尼玛，那完全是在培养一支敢死队啊！那样的魔鬼训练，最终能坚持下来的不是野兽就是魔鬼。嘿，坦克，你最近咋样？听说你在你们市里给那些特警当格斗教官。还不是那样，那群小子说是特警，身体素质连我们部队里面的侦察兵都不如，没意思。那群特警估计都被你揍惨了吧？老叔，你知道的，我坦克别的不喜欢，都喜欢打架。老高，让我意外的是，你怎么也过来了？那13军区总部找我们这些退役特种兵过去干啥？我也不是很清楚，但也隐隐猜到了一点。13军区今年拿到了组建特种部队的资格。你是说13军区调我们这些退役特种老兵过去，是想让我们帮他们组建特种部队？有这个可能，可我们这几个都没有啥练兵经验啊，去到看看就知道了。现在猜测都没有什么意义，这不，大门都看到了。4位老兵，欢迎来到我们13军区总部基地。总校同志，是你找我们来的吗？我可没这个能力。那是谁？是我。还记得我们的誓言吗？同生共死。真没想到是老秦你这小子。秦凡，你让我们过来，想必就是为了让我们协助你帮13军区打造特种部队吧？没错，就是这个原因。老秦，你也是他们从三豹那边调过来的吗？你有选拔特种兵的经验，你来担任总教官，确实可以。哟，很热闹吗？人都到齐了吗？首长好，欢迎你们来帮我们13军区组建特种兵。我代表13军区10几万官兵，你们都是山豹特种部队的，我完全相信你们的能力。请首长放心，我们会尽力的。菜鸟们，我是此次龙牙选拔的总教官，听着，现在直接进入第1关的入门选拔考核，给你们3分钟时间下车，整片森林随便你们跑，随便躲，记住只允许单独行动，一旦发现2人以上联合行动，直接淘汰。祝你们好运，菜鸟们！快下车，下车！我操，选拔直接开始了，赶紧跑啊！要是被抓住，可就要被淘汰了。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壮观的场面了。想当年，我们也是这么被山豹那群老鸟收拾了。那还愣着干嘛？咱们也去玩一下，看谁抓的最多。走走走，在那里等着也怪无聊的。咦，这几个家伙怎么也过去了？也好，让我看看你们这些特种兵的实力如何。在他鹰眼技能打开之后，方圆100米内，他就看到3个菜鸟，一个躲在树上，一个躲在草堆里，一个利用地上干枯树叶将自己埋在下面。早点抓完，早点收工。10点钟方向50米外的那个草丛里有1个人，1点半方向45米低洼处枯叶下面也有1人。快追，通知前面的队员，协助拦截。相隔这么远，那2人伪装的这么好，这老秦居然也能一眼洞穿。我日，这就是特种兵吗？果然变态啊！朋友，站在上面不累吗？
秦教官，好久不见啊！好像也没多久吧。1周前，我不是去你部队亲自给你发了邀请卡了吗？怎么，你们当医生的记忆都这么差？没错，这个叫林大凡的，出生中医世家，父亲、叔叔、伯伯、爷爷之类的长辈都在军医院工作，而他本人不仅精湛中医和西医术，个人的军事素质也是非常之强。哪里，我这不是客套话吗？秦教官，您不在指挥所好好休息，怎么也亲自来抓我们这些被门挤过的菜鸟啊？被门挤过的菜鸟？如果没被门挤过，谁会自讨苦吃来这里受罪啊？您说是不是？这还真是。不过我接下来的选拔可是你从未见过的。行了，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你自己跟我回去，还是我帮你回去？你自己选一条吧。自然是乖乖跟你回去，我一个菜鸟怎么会是您这个总教官的对手啊？漂亮，太牛逼了！哎呦，痛死卫生员了！秦教官，我错了，放手，我投降。不错嘛，居然有胆量在我背后玩偷袭，想要偷袭我，你还嫩了点。我玩这招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给小朋友扎针呢。没2把刷子，你以为我能当你们的选拔总教官？怎么样，还敢玩吗？不敢了。秦教官厉害，我服了。秦教官厉害，不愧是特种兵，我服了。那走吧，你还真是不知死活呀。这回我是真的认栽了。总教官，绑起来，拖回去。不用绑了吧，我乖乖跟你们回去。哎呀，我说真的，不再撒谎了。有意思啊。老赵，抓了多少人了？2/3了，还剩下1/3，估计再有10分钟就能搞定。放心，所有菜鸟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一个都跑不掉，抓紧时间。好的。都到齐了吗？报告，还差1名菜鸟，我们的人正在紧密搜索着，很快就能找到。不用了，让我们的人多回来吧。最后1名菜鸟就在这营地里。在营地里。朋友，该现出原形了吧？我的人在哪？森林入口东北方向500米处的一个浅沟里，上面盖着枯草。都叫什么？想吃子弹是不是？都给老子闭嘴！我是实弹。告诉我你的名字、部队、职务。等号70102团侦察营上尉。好，我记住你了。我保证你会为你今天的行为而后悔的。欢迎你们来到地狱。为什么说这里是地狱？因为在接下来为期半年的时间内，我将会对你们进行你们从未经历过也绝对想象不出的残酷训练。这般那般。因为他们都清楚，敢这么有信心拿出来的给他们看的，肯定也假不了。而且军区里面虽然没有特种部队，但他们对特种兵也是有些了解的。边境线上各种犯罪活动，城市里面那些武装暴徒，基本都是由特种兵出面去解决的。战场从来不是开玩笑，死人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哪怕是特种兵也正常不过。好，既然你们相信了，那现在告诉我你们的决心，是否还有勇气进入龙牙当特种兵？有。你们不用这么着急回答我。虽然我这里的选拔训练不是真正的战场，但我保证会最大限度的结合到真实战场来训练你们。哦，忘了跟你们说了，选拔训练是有死亡名额的，希望你们不会成为那个名额中的倒霉蛋。在选拔训练中阵亡不算劣势，只能算是训练意外事故。既然你们都没有人愿意退出，那咱们就开始讲一下规则。老高，听着，龙牙选拔一共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训练科目包括极限体能、极限精神力、极限耐力、极限意志力、极限饥饿、极限疼痛等等所有科目。这个阶段时间为半个月，在这半个月时间里，你们的早中晚餐只有1碗玉米粥、1个馒头，每天睡眠不得超过4个时辰，甚至1个小时都没有。这般那般。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个程度的训练还远没有达到1名合格特种兵平常的训练标准。这般那般。现在我也懒得跟你们说那么多，所有人起立。关于第2阶段、第3阶段要训练什么，现在不必浪费时间跟你们说，因为在我看来，你们在场的90%以上的人连第1阶段都撑不过去。你们不是一直嚷嚷着自己有多厉害吗？那就证明给我看。每个人负重30公斤，武装越野20公里，天黑之前没回来，今天的晚饭取消。30公斤20公里，这个老六要把我们搞死。想要退出的就把你们的钢盔放在国旗下面，否则就给我将砖头放进你们的背包里，装够30公斤。要是让我发现少1斤，直接淘汰。妈的，死就死吧，反正都来了，想要让我退出，没门！兄弟们，干他娘的！咱们怎么说也是本部队的尖子兵，绝不能让这群老鸟给看扁了。装砖头。老高，开始。所有人跟着前面的车，给我跑！谁敢停下来，我保证
子弹会从后面如约而至。跑！好啊！老秦，你刚才那番话说的实在是太好了，让我都有想要参训的冲动了。行啊，你要是想的话，我可以破格让你进来。滚蛋！我这都快40的人了，这把老骨头要是这样被你练，不出3天，我下半辈子就得在床上过了。不过我很好奇，真要是按照你这么个练法，这400多人最后还能剩下多少？谁知道，可能一个都不剩，也可能会有30-40人，看他们的造化吧。跑，快跑！还特么兵王，连操尸的老太太都跑得比你们快。这就是秦凡要找老特种兵来帮忙的原因，没有钢铁一般的心理素质和超强的控枪能力。老秦，这样要是一不小心打中选手怎么办？那就打中好了，这不是有训练事故指标吗？不是，训练事故指标你们是这样用的，不然怎么用？是啊，不然怎么用？你们在山豹特种部队的时候，选拔新人菜鸟也是这样。不然呢？用空炮弹，特种兵也只有在大演习的时候才会配空炮弹，其他时间弹夹里装的都是实弹。选拔的时候用实弹，才能让他们一开始就养成一种任何训练都是为实战而准备的心理。原来如此。而此时跑在队伍最前面是有7、8个人，最前面的2个，一个穿着军医做训服，一个穿着空军做训服。不是，我说卫生员，你老跟在我后面干嘛？你要抄就抄啊，不要像个跟屁虫一样跟在我屁股后面，好不好？我屁股很不安，你知道吗？我不抄，我就要跟在你后面，你可以为我挡风。我这，你个死卫生员，亏你还是尖子兵呢，这样无耻的话也说得出来，赶紧滚蛋！不滚，我就要跟在你后面，信不信我揍你？不信。尼玛，你不笑会死啊！我喜欢笑。卫生员，我操你大爷！你有病是吧？我没病，参训前我还特意进行的全身体检。我说你脑子有病？脑子没病，谁会来这里受虐啊？我特么服了你了！我闭嘴好吧？你跟就跟着吧。好的。特么的，这堆活宝！喂，兄弟，你牛逼啊！上等兵居然也被选过来了，你可不要小瞧他，他叫苏龙，是我带的兵，体能素质贼好，我们团第1。论耐力，我敢说，哪怕是特种兵，都未必有他好。这么牛，怪不得会被选过来。那你叫什么？中士？我叫李大炮，你叫我老炮就行。李大炮，你爹妈还真会取名字。我叫周强，你叫我强子吧。你们是在训练还是在聊天？跑得很轻松是吧？来，你们4人停下，给我每人再装5块砖头进去。我操，说几句话也要加量啊！报告，我没说话，为什么我也要跟着受罚？因为我是教官，我看你们不爽，怎么样？不服，不服滚蛋！如果说一名特种兵别被人骂2句，说2句就生出强烈的自尊心被侮辱无法承受的情况，那还怎么进行敌后战斗？这时候别人接你几次你就全招了，那不是完蛋了吗？这就是为什么在前世的特种兵电视剧里，那些教官会想方设法的用各种语言或者动作来刺激菜鸟选手神经的原因。妈的，要跑死人了，何时才是个头啊？这20公里跑下来，我的腿非得废了不可，不然你以为特种兵这么好当？既然来了，就认命吧。而此时秦凡在车上一直用鹰眼扫描着这些菜鸟，脑海中不断的浮现他们目前的体内力量存留量，离突破极限还有多少。通知后面的高壮，让他格外关照那些即将要突破极限的菜鸟选手。恭喜宿主，名为李浩的菜鸟选手成功突破身体极限，体能素质提升10%，奖励宿主100点军功值。耶，这样奖励就来了。系统，这军功值的奖励点是按照10:1的比例来奖励的吗？是的。原来如此，那需要多少军功值才能打开商城兑换技能？1万军功值以上。秦凡看了一眼那几百人，如果每个人都进步了10%的话，就够1万了。这当然不是什么难事，就这种程度的训练，如果他们还是一无所获的话，那就证明自己的选拔训练模式真的太垃圾了，可没有资格在这里担任什么总教官，回家养猪算了。恭喜宿主。秦凡的脑海中也在不断响起系统奖励军功值点的声音，看着那慢慢增加的军功值点，秦凡心里都要乐开花了。听着，我不管你们承受不承受得住，你可以随时晕倒，甚至可以假装晕倒，但是在这半个月时间里，如果你累计离队超过24小时，直接淘汰。恭喜宿主，菜鸟罗杰意志力增强5个点，
奖励宿主500点军功值。系统是不是说所有菜鸟各种科目实力的进步，我都可以获得奖励？我就是耍你们又如何？我就是看你们不爽，不想让你们加入龙牙。是的，这其中不限于体能和意志力，还包括耐饥饿、耐疼痛、耐力以及战术思维、射击、侦察、伪装等军事科目。只要任何一种有进步，宿主都可以获得奖励。明白了。老秦，你这练他们练得有些狠啊！以前我们在山豹特种部队的时候，你也没这么狠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13军区作为全军最后一批创建特种部队的军区，本身在特种作战实力上就比不上那些老牌特种部队。我不下大点力度，怎么将他们的潜力最大限度逼迫出来？那些家伙要是知道我们训练出来的依然是一群垫底的菜鸟，肯定要笑死我们。虽然咱是退役了，但面子也不能丢啊。老秦，年底龙牙刚成立没多久，按道理参加大赛的话，也该有个老兵带队去。这里都是新人，你又是借调过来的，那谁带他们去参加？我呀，不出意外的话，等龙牙成立后，或许我会成为他们的中队长。可你不是在山豹服役的吗？大队长同意让你加入龙牙。我已经退役了，这算是2次入伍。退役？怎么回事？以你的身体素质，大队长怎么会舍得让你退役？你犯错了。这是说来话长，以后再跟你们说吧。咱们先齐心协力将龙牙建设好。这几个家伙果然没让我失望。这6人的体能素质和耐力，的确是这群人中最优秀的，即便是放在山豹特种部队，也是能达标的。或许咱们可以将他们组成一支王牌突击队。我也有这个意思。那个飞行员李华是很好的特种兵苗子，林大凡是军医，心思缜密，可以当他的观察手。李大炮在爆破科目有很高的天赋，剩下3人爆发力和耐力也非常不错，可以当突击手。只要他们后面不掉链子，应该是十分不错的。秦凡鹰眼扫描到，5人都只差临门一脚就突破极限了。上车，你们6人听着，给你们1分钟时间，1分钟内从这里开始跑完400米，我会在400米终点线等你们。时间一过，没到达终点的直接淘汰。什么？我们离终点不是只有100多米而已了吗？你这不是耍我们吗？我就是耍你们又如何？我就是看你们不爽，不想让你们加入龙牙。怎么着？现在开始计时，你们只有1分钟时间。老秦，他们体力已经不支了，怎么可能还能1分钟跑400米？要是他们完不成，你不会真的将这几个好苗子淘汰吧？放心，我相信我的眼光，看着吧。混蛋，这家伙太欺负人了！1分钟400米，要是前面10公里，或许我们还可以，但现在特么谁能跑得到啊？赶紧跑吧！他既然看不起我们，那我们就证明给他看。想要赶走我们，门都没有。操！快跑吧，没时间了。那家伙不会跟我们开玩笑，这是选拔，不是训练。妈蛋，跑死他丫的！兄弟们，冲啊！可即便这样，他们还是要靠着强大的意志力，逼着自己一定要清醒，一定不能晕过去，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刻，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达终点，否则他们就要打包袱回家。还剩下最后25秒，放弃吧，菜鸟，你们不行了，就你们这熊样，还想来当特种兵？还是回你们部队养猪去吧，你们不配当特种兵。你们还剩下最后20秒。混蛋，想要淘汰我们，门都没有。我日，这几个家伙居然全都突破极限了！恭喜宿主，菜鸟选手李华突破体能极限和意志力极限，体能素质提升10%，意志力强化5个点，奖励600点军功值。恭喜宿主，菜鸟选手。看来我还是有点小瞧你们6个菜鸟了。不过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放心吧，后面我还有100种方法折磨你们，总有一次会让你们跪在我面前求着退出的。想要让我们退出，做梦！想淘汰我，除非我死。是吗？行，那我等着你们证明给我看。我就喜欢玩你们这些不怕死的，这样才有快感嘛。那红烧肉好香啊！这烧鸭也不错，一口咬下去，香脆。混蛋，这些该死的老鸟太过分了！让我们吃这些硬的跟石头一样的馒头，他们却在那里吃山珍海味。谁让我们脑子门挤了，自己跑过来受罪呢？我说你这个卫生员，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不笑难道哭啊？要不你哭给我看看。哭你妹啊！有这2个活宝在，他们感觉神经都没那么紧绷了。好了，差不多了，让他们集合。所有人全副武装集合！我操，这才休息半个小时不到就集合了，这特么是要把我们往死里练的节奏啊！这群老鸟，老子操你们大爷！累不累？我问话必须回答。负重30公斤跑了20公里，你问我们累不累？这特么不是废话吗？都没吃东西吗？蚊子叫的都比你们大声。吃不饱，没得吃。
看看你们这副熊样，还兵王呢，说出去笑死人。你们以为跑完这20公里就结束了今天这一天的训练了吗？这疯子又想干嘛？不会想着再给我们来个20公里吧？这真的会死人的。刚才有10几个菜鸟很聪明，自动选择退出，很明智的选择，因为这代表着他们不会再受到我的折磨了。可剩下的你们20公里越野跑让我很不满意，居然有将近1/4的人不合格。就这样，你们还好意思说要成为特种兵，连到聋哑扫厕所都不配。鉴于你们下午的糟糕表现，晚上我决定给你们加一份大餐，200米铁丝网，低姿匍匐。听到这话，一众菜鸟都是松了一口气，原来只是低姿匍匐啊，这算什么大餐？200米而已，一咬牙也过去了，好吧。看来你们对这份大餐还挺满意的嘛。行，那就成全你们，带他们去训练场。是，所有人都有向右转，跑步走。那边都准备妥善了吧？早就准备好了，这份大餐绝对会让他们吃得永生难忘。老秦，你的训练方式跟谁学的？太变态了！那心理承受能力差点的，只怕等会都要被黑料了。我记得在3宝特种部队，并没有那种训练方案啊。我自己想的。你牛！我现在倒是十分期待那群菜鸟等会看到训练场地是什么样的表情了。不过这一轮下来，至少有1/3的人都要被淘汰，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想要用实战手段训练他们，就必须要逼真。走吧，好戏要开始了。很快，高壮便是领着他们来到了铁丝网低姿匍匐场地。那是什么东西？好像是玻璃。你开什么玩笑？这是训练场地，是给我们爬行的。怎么会？卧槽，还真是玻璃！这群禽兽居然往场地里镶入玻璃片，让我们爬。怎么？刚才你们不是还觉得低姿匍匐这门科目非常简单轻松吗？这会儿怎么又这个表情了？难道仅仅是因为上面多了一些玻璃片？哥们，你这是什么话？多了一些玻璃碎片还不够吗？大哥，这可是爬行啊，这有玻璃碎片在下面，我们爬过去还不得一个个全部被割伤了？打开的。报告教官，您不会是想让我们爬过去吧？不让你们爬过去，难道让你们过来这里看风景的吗？报告，你们这压根就不是选拔训练，你这是虐待我们，哪有这样子训练的？这200米爬下来，我们非得被割得遍体鳞伤不可。那又如何？如果这是战场，敌人就在200米外，需要你们爬过去才能消灭他们，难道你们就因为害怕受伤而选择放过敌人退缩吗？可这不是战场，这就是一场训练。训练场就是战场，真实的战场比训练场恐怖多少倍，你们知道吗？连训练场你们都不敢爬，等真到了真实战场，你们还不得全部吓尿了？听着，每一晚都必须要来这里爬一次。我会在尽头那边架起机关枪，以离地面水平线40公分平行射击，这般那般。我退出，我不想将命留在这里，我也退出。这样的选拔训练简直就是在草菅人命，或许我就不该来。很好，已经有15个聪明人离开了，在我看来，他们的选择实在是太对了。你们都是成年人，也是聪明人，应该可以衡量这其中的利弊。到底是要坚持那遥不可及的特种兵梦想，还是说趁早认清事实，回头是岸？全在你们一念之间。还剩下最后1分半钟，现在不离开，等会考核开始后就不允许再离开。我退出，我也退出。最后1分钟，还有没有要退出的？卫生员，你不是最怕死的吗？怎么不退出？你都叫我卫生员了，我哪里能退出？我得留下来医治你们这群脑子被门夹过的菜鸟啊！滚蛋！我才不要你医治，我可是飞行员，就这点训练还能吓得了我？你们呢？不退出？我天生就喜欢冒险，想要让我退出，除非我死。我不怕死，我的兵都不怕死。作为他的班长，我敢怕死，我怕死，但不怕痛苦。最后30秒，还有人要退出吗？错过这个机会，可不要后悔。给我将铁丝网去掉。如果这是真实战场，可没有任何参照物让你衡量子弹飞行高度。拿掉。考核开始，不想死的就给我压低头，快速爬到终点。都愣着干嘛？爬！我告诉你们，现在你们已经进入战场，你们的任务就是爬到终点，干掉终点处的敌人。谁要是再不动或者往后退，一律按临阵脱逃的逃兵处理，直接枪毙。千万不要质疑我的话，不信你们可以试试。我数3秒钟，再不往前爬，老子毙了你们！给我爬！不，我不当特种兵了，我不想死，我要回家。喂，你不要命了？赶紧趴下！混蛋！将这逃兵给我拖走，不要脏我的眼睛。是。报告，你为什么要开枪打死他？他可是我们的战友啊！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他不服从命，当了逃兵，在战时扰乱军心，公然逃走，一律枪毙。可这只是选拔训练，不是真的打仗啊！训练就是打仗，
从你们踏入这训练营以来，我就跟你们重复了无数遍，我们这里所有的训练都是以实战为主。什么是实战？你以为只是我们手中的子弹是实弹才叫实战吗？实战就是每时每刻你们所接受到的任何环境都是真实战场环境，你们所要遵循的规则全是真实战争规则，没有规则不成方圆。部队没有钢铁一般的纪律，就注定要吃败仗。不要跟他们废话，继续训练。如果有人再逃走，不用请示，继续开枪。既然他们不怕死，就成全他们。要是再让我看到有人不动，老子立即开枪。开始，给我爬！妈的，爬！想要挨子弹吗？这群疯子，他们一定会开枪的。不要发愣了，赶紧爬到终点，这样我们就解脱了。妈的，痛死我了！这血袋爆炸，差点没有将我的脑壳子给炸出个洞。班长，你刚才的演戏不错啊，那群菜鸟居然都相信了。这些教官真他娘的变态，居然用这种方法来骗他们。那些菜鸟心里估计都要恐惧死了吧？他们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场戏。没错，这的确是秦凡提前安排好的一场戏。打中人了，救命啊！趴下，不要动，把头压低，把头压低。你们想死吗？快，过去2人，将人拖出来！快，你们他妈的都想死吗？赶紧把头给我压下去！哈，快点爬！不想死的就给我快点爬到终点。你也是死了。是啊，教官让我3更死，我哪里能活得到5更啊？恭喜你们完成了今晚的低姿匍匐项目考核，但你们要记住，往后的每天晚上，你们都要在这里爬一次。今晚你们能侥幸活下来，不代表你们后面每个晚上都能活下来。所以，我现在重新开启让你们选择退出的机会。有想退出的，拿上你们的行李，将钢盔放在国际台下面，就可以走了。报告，我退出。你们这根本就不是选拔，对我们这些人生命的随意践踏。我不仅要退出，还要去告你们。你们这群恶魔就等着上军事法庭吧。可以，只要你将钢盔放在国旗台下面，随时可以去告我们。如果不懂怎么告，会有人告诉你们。滚吧！我也退出。虽然我很想当特种兵，但你们这种非人类的选拔方式，我不认同。我不怕死，如果是真爆发战争，为了祖国和人民去死，我绝对眉头不会皱一下，但绝不是像今晚这么窝囊的死去。我相信你不怕死，也尊重你的选择，并且要恭喜你，你不用再受苦了。走吧。接下来又是一个接着一个选择了退出。还有人要退出的吗？报告，老何，你教官，我想问一下，刚才那4名队员现在情况如何了？2人死了，2人重伤，所以你们现在可以自由选择退出，没人会逼迫你们。我不会强求别人。如果对成为特种兵没有坚定的信念，或者说质疑我、质疑所有选拔训练的，我都不需要。因为这样训练出来的人，注定不会通过我的所有训练考核，更不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特战队员。所以，如果心里没有坚定信念的人，我劝你们还是早点离开，省得最后特种兵当不成，还把命交代在这里，不值得。报告，我退出，我也退出。教官，即便我们信任你，可你这门考核，我们也撑不了几晚啊。这样的爬行，再爬几次，我们身上就全是伤了。就算是想留下来，也没有那个实力啊！你这不是坑我们吗？你来开枪，我给你们演示一遍，这个要怎么爬，仔细看好了，我只表演一遍。什么？教官亲自上去爬？不想后面因为受伤太多退出的，都好好看看总教官是怎么爬的。我的天，他是怎么做到不顾及任何危险，爬得这么快的？这一蹬都能冲出1米远了，身体居然还能保持平衡，不抬高1公分，太恐怖了！这难道就是特种兵的真正实力吗？现在你们还觉得想要完美的完成这一门科目没有可能吗？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快速的爬到终点，没有受伤，而你们不可以？是因为我的技巧太好，我的身体素质比你们强太多？不是，因为你们心里害怕，你们恐惧。我劝你还是早点退出，不要白白浪费时间，甚至是生命，带他们去消毒处理伤。所有人集合！怎么有这么浓郁的酒精味？咋回去？消毒的地方当然有酒精味了。那为什么没有看到1名医护兵？对呀，一个人也没看到。难道说让我们自己消毒，他们不会？不会是想让我们直接下去用酒精泡了消毒吧？看来你们里面还是有不少聪明人的嘛。没错，这是个酒精池，就给你们想用的。一来可以给你们消毒，二来可以训练你们的那疼痛能力。每个人下去泡5分钟，给你们15秒钟的缓冲时间，不下去的直接淘汰。我操，教官，你们这是想要疼死我们啊？时间已经过去3秒了。我认10、9、8、
兄弟们，下去吧，枪林弹雨都扛过来了，还怕这小小的消毒酒精吗？还有最后5秒钟，死就死吧，18年后，老子还是一条好汉。菜鸟们，好好享受这顿大餐吧。林大凡，到。我问你，伤口被割伤，是否需要缝合？报告，这个需要看割伤的程度。就你们这些伤，需要。很好。为了你们的安全，自然是要好好缝合包扎一下的。一名合格的特种兵在进行敌后作战的时候，受伤是在所难免的，不可能身边都有卫生员来给你们进行缝合包扎。而想要继续完成任务，或者不让伤口感染，只能自己进行缝合。所以这门自救技能你们必须要学会。什么自己缝合？给他们每个人发1盒针，10分钟内给我将身上的伤口全部缝合好。是，教官，我们没练过，怎么缝？这不是有卫生员吗？你来教他们什么时候将伤口缝合完，什么时候休息。是，能不能上来一个，我给大家示范一下？我来。飞行员，你可真积极啊！卫生员，你可要轻点啊！今天我为你挡了不少的风，现在就是你报答我的时候了。我会的，你放心吧。看你的笑容，我咋感觉你没憋着好事？你能别上笑吗？怪瘆人的。大家看明白没有？明白了。秦教官，您看，不错，那就开始吧。你先把刚才帮他缝合的线拆下来。啥？将我这刚缝好的伤口线拆下来？我说过，自己的伤口自己缝合。可我刚才是配合他示范教学啊。没有人让你上来啊，我还以为你是在发扬奉献精神呢。不拆行不行？可以。真的？真的。不是，你要干嘛？既然你不愿意拆，那我就再在你身上划出一道伤口，这样就可以了。我操，你够狠！他妈的卫生员，赶紧来帮我拆啊！你想看我挨刀子吗？这边交给你了，没有缝合包扎好，不准回去休息。是。系统，军工值已经破万了，可以打开商城了吗？冰，可以。鹰眼初级辅助射击技能，需兑换军工值点10000点。冰。系统提醒宿主，目前这个鹰眼辅助射击技能只是初级的，所以距离上有限。宿主想要更远距离辅助射击技能，需要更多的军工值点兑换，比如中级可以达到2000米内，高级可以达到5000米。系统，中级和高级分别需要多少军工值点？中级和高级，中级需要5万，高级需要10万。这么多？系统，你怎么不去抢啊？我这得积累多少才能达到兑换标准啊？算了，还是先看看其他的吧，看是否有更好的。初级伪装技能需兑换军工值点10000点。天然的伪装术，这个技能可以啊。有了这个技能，那敌后作战岂不是如鱼得水了？还怕什么狙击手和暗哨啊？初级格斗技能需兑换军工值8000点。体质强化液1瓶需兑换军工值点10000点。初级攀爬技能需兑换军工值点10000点。初级游泳技能需兑换军工值点8000点。全体都有，敬礼，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妈的，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再这样搞下去，非得累出血不可。笑个屁啊！你们难道不疼啊？行了，都别笑了，抓紧时间休息吧。教官可说了，这半个月我们每天的睡眠不会超过4个小时。明天还不知道他们会出什么招数来折磨我们呢。不休息好，明天要扛不住了，可就要打背包走人了。我操，着火了吗？快跑啊！着火你妹啊！烟雾哪有这么刺鼻的，还辣得我的眼泪哗啦啦直流。这他妈是催泪弹啊！老鸟们用催泪弹轰我们起床，操！集合！都他妈给我全副武装出来，滚回去！妈蛋，这群老鸟，老子诅咒他以后生儿子没屁眼，吃方便面没有调理包。集合！今天天气不错，为了迎接这美好的一天，所以让大家早点起来，咱们一起到山上去迎接日出。想整我们就直说啊！所有人都有，装备全部原地卸下。咦，轻装体能？看那边，每个人扛上原木。我操，果然是不能庆幸啊！这些原木每一根都有着将近30公斤，扛着跑上山顶，肩膀只怕都要磨掉一层皮肉。跑快点，扛不住的就停下来上车，这就意味着你退出选拔。怎么样？有人要上车吗？菜鸟，你不行了，上车吧。不上，死我都要死在终点。你呢？上不上车？不上，跑死我愿意。你呢？去你妈的！不错，今天这一体能科目，你们还算令我满意。把车开上来，让他们坐车回去。是。这还剩下的50多人，你打算留下几个人？这选拔才过了第1阶段，谁知道呢？反正我的计划是不超过30个人，是多是少，就看他们的造化了。反正这边有你把关，我也放心。对了，训练出来后，让他们参加今年的全军特种兵大赛，该不会有问题吧？参赛的话是没问题，想要让他们取得比较好的成绩的话，怕有点难。只要不太差就行。
秦凡，龙牙成立后，我想让你当龙牙中队长。只要你们没意见，我自然就没意见。行，那就这么定了。把龙牙交给你管理，肯定是没错。争取年底带着他们去参赛，拿个好名次回来。是，恭喜你们通过了最为折磨人的魔鬼训练周。看来你们都有心理准备。没错，接下来这班、那班，我不管你们的成绩多好，一律淘汰。都听明白了吗？明白。 54人的声音都没有路边卖冰棍的老太太喊得大声，集体扣5分。尼玛，这就被扣了5分了。我再问一次，明白没有？明白。给他们编号，分组带回宿舍。是。现在我们将给你们分宿舍，1到14号菜鸟在1号宿舍，15到28号菜鸟在2号宿舍，以此类推。给你们10分钟时间，收拾好你们的行李，前往你们的新宿舍解散。是。这是要搞什么鬼？ 为啥要分宿舍？鬼知道！这群老鸟阴招这么多，故意将我们这个集体都分开。我们6个人还在一个宿舍，赶紧收拾吧，等会晚了还不知道要怎么收拾我们呢。总教官好，赶紧整理你们的床铺吧，自己选。是。那个总教官，你也住这里？怎么？不可以？不，当然不是。可这里不是菜鸟宿舍吗？所以我是来当社长的。社长，你一个总教官跑来我们这里当社长，您确定没有开玩笑？那啥，总教官，我来帮你收拾吧。这家伙倒是会献殷勤啊。不用。不过既然你这么闲，那今天训练完后，你就一人把我们宿舍的卫生都搞干净吧。我尼玛，敢不敢不要这么瞒我？我主动请求帮你收拾，我还有错了我？你们还有5分钟。5分钟没有收拾好，集体扣5分。跟你们说些事，你们一边收拾一边听着就行。是。以后这宿舍的卫生必须要达到当初你们入伍时的新兵连标准。被子、方块、床单没有皱纹，全宿舍一尘不染。柜子、衣服按照规则摆放整齐，鞋子一条线分好不能差。这班、那班。但既然你们扛过了第1阶段，就有权利和资格学到更多东西。之前半个月大家都处于高负荷、高压状态下训练，所以我打算让大家今天学点轻松的技能：化妆、伪装、渗透。 一名优秀的特种兵必须要具备优秀的伪装渗透实力。这班、那班，在伪装上必须要更加彻底，必要时可以化妆成老人、残疾人，甚至是女性。报告，这个老人和残疾人倒是不难，用点化妆品，弄个白头发也就差不多了。但这女人，咱们这些体型的人要怎么弄啊？这化妆出来，别人一眼也能看出来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有足够的化妆工具和服装，以及一定的化妆技术，就可以做到。 特种兵都这么多能的吗？不然怎么说特种兵牛逼呢？上天入地都能做到，这些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小儿科罢了。挨了，这个特种兵我当定了。行了，站起来，让大家看看吧。不是，老秦了化妆技术，什么时候变了这么牛逼了？这特么比当初教咱们的那些教官都要高出好几个档次啊！现在别说这些菜鸟了，就连我，如果不是事先知道那家伙是老苏的话。 我绝对都看不出来是他，更别说敌人了。老秦的技术真是绝了，这真的是老鼠教官。如果我不是在做梦的话，应该是这群变态啊，居然愣是能将一个年轻人化妆成如此逼真的老人形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有这么逼真吗？怎么都这副表情？卧槽，这是我。是的，老鼠教官，那就是你。 你穿越到了几十年后的未来，看到了未来的自己，这就是化妆的魅力，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形态、气质，甚至是眼神。接下来，这班、那班，你们一定要记住，一名特种伪装大师，他一定是一名世界一流化妆师。而你们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特种兵，就必须要掌握这门技术科目。是。好了，我的教学就到这里，接下来你们两队练，按照我刚才的教给你们的步骤开始训练。以后1、3、5、7晚上，每天晚上睡前2个小时都给我在这里练。是。 可是接下来一众菜鸟的动作，才真正验证了一句话：一看就会，一动就废。我操，怎么回事？不是说给我们休息了吗？怎么还来这招啊？所有人，你们已经牺牲，原地做500个俯卧撑，可以复活。现在开始。不是，这又是什么游戏？尼玛，说好的不玩这招了呢？这群老鸟出尔反尔啊！好不容易有个好觉睡，我们容易吗？这是一门隐形科目，危险意识训练。 具体的说，就是训练你们的敏锐力和洞察力，以及危机感知力。刚才你们的反应能力全部为0，集体扣5分。尼玛，这算什么考核啊？按照你这个考核，我们就算有1000分也不够你扣啊！好了，菜鸟们，你们可以睡觉了。我说过会给你们8个小时休息时间，这个是不会食言的。这么说了，你都我们哪里还敢休息了？
你要是今晚都这么搞，分数估计都要成为0蛋，明早就得打铺盖走人了。妈蛋，这群老鸟教官太欺负人了！我以为你早就认清了他们的阴险了呢。既然你认清了，那你干嘛不走？我不是说了吗？我是军医，要留下来救治你们这些脑子被门挤了的傻子啊！滚！才10分钟，蛋壳就掉下来了。8号菜鸟，嘿嘿，你不够硬啊！你的时间增加5分钟，你还剩下25分钟。你们8人在未来2个月内都将由我单独训练你们。我打算将你们8人培养成龙牙第一批狙击手和观察手。嘿嘿，教官这么说的话，我们算是龙牙的一员了。你们能在这2个月内在狙击枪法上能达到我的标准的话，就算是吧。那我们如果达不到呢？你说呢？我就随便问问。你们对狙击手的认知世界里，是不是都认为只要枪法足够准就可以了？我告诉你们，这般那般，因为我要把你们打造成真正的幽灵，而想成为幽灵，就必须要经过地狱般的烈火煎熬，方才能涅槃重生。秦凡让8人每人端着一把狙击步枪，在他们的枪管上用绳子吊着一块砖头，并在瞄准镜上面放着一颗弹壳，训练他们的狙枪稳定性。嘿嘿，教官还需要多久啊？这才过去10分钟，你们就扛不住了。鉴于你们第一次这样训练，时间也不会太久，就半个小时吧。你们要是坚持不住的话，导致瞄准镜上的弹壳掉下来了，每掉一次就加5分钟。尼玛，半个小时还不多啊！你真是躺着说话不腰酸啊！卧槽，完了！才10分钟，弹壳就掉下来了。8号菜鸟，嘿嘿，你不够硬啊！你的时间增加5分钟，你还剩下25分钟。苍天啊，大地啊，杀了我吧！这狙击训练太他妈辛苦了。一名合格狙击手，他们狙枪稳如泰山，哪怕敌人对着他们所在的阵地进行炮火轰炸，你都要纹丝不动，死死盯着目标，等待那一击毙命的机会。以后白天我教你们所有狙击射击要素，晚上你们要学习相应的文化课、背公式。现在除了8号之外，其他人还有15分钟，给我撑住了。8人不断的有人因为弹壳掉下来被罚加时间，本来是训练30分钟这个狙枪的，足足训练了1个早上。狙击手必须要有超人一等的肺活量，在你们瞄准目标的时候，才可以让身体保持绝对的冷静，不会因为呼吸导致射击不平稳。狙击手射击的大多数是中远距离的目标，稍微有一点偏差都会失败。都说狙击手是用无数子弹喂出来的，这当真不假。恭喜你们，经过长达半年的选拔训练考核，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龙牙的第一批成员。在此，我将代表13军区给予你们最诚挚的问候和致敬，你们辛苦了。立正。好，有杀气，这才是一名特种兵该有的样子。接下来，我宣布2项决定：第一，秦凡少校秦凡将担任龙牙特战中队第1任中队长。龙牙的30名成员都是激动的看向秦凡，他们也是由衷的希望秦凡成为他们的老大。请秦中队长上来接收龙牙战旗。是，秦中队，以后龙牙我就交给你了。我希望你能带领龙牙成为全军最强的特种部队之一。请首长放心，秦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好，现在我说这第2件事，这件事是关于你们所有人的。龙牙才刚成立，只有一个特战中队的规模，跟那些拥有几百上千人老牌特种部队没法比，但也算是拥有番号的纯正特种部队。所以年底的全军特种兵大赛，你们也有资格参加了，有没有信心？都坐下吧，这段时间大家都累了，今天下午咱们也不干什么，当做是战友之间的交流。嘿嘿，中队长，全军特种兵大赛具体是什么样的？跟我们说说呗，好让我们心里有点准备。看来你们是很想参加这次大赛啊。嘿嘿，我们虽然是菜鸟特种兵，但也是真的很想去跟那些老鸟特种兵过招啊，哪怕不敌，至少也能知道我们跟他们的差距，回来也能更有动力训练，不是？中队长，我们龙牙毕竟只是刚成立，就跟他们打，确定能是他们的对手吗？你们想听真话还是假话？当然是真话，傻子才想听假话。打不打得赢我不知道，但肯定不会垫底，这是我的保守看法。很可能你们当中还会有不少人能闯进前50。你们是我训练出来的，我也知道你们的实力。我训练你们方式比在其他特种部队训练新人的方式，不管是在强度上还是标准上，都要高一个档次。我怎么不知道我这么厉害啊？是相对其他新人来说厉害，
如遇到老派特种兵，你们照样被虐。敢不敢不要个一颗糖，又扇我们一巴掌啊？老大，你参加过几次全军特种兵大赛？3次。他在列兵的时候就通过选拔成为特种兵了。第2天就在特种部队的大比武中，以优异成绩拿到了参加大赛的入场券。这么牛吗？你们不要这么看着我，我跟老大肯定是没法比的。你也不要谦虚，如果非要对比的话，当初的我未必有你现在强。只要后期你能保持住，也会变得跟我现在一样强大，甚至超越现在的我。笑话，未来我有系统协助，如果还让你超过的话，那我还不如回家养猪算了。老大，那你拿过的最好名次是多少？第35名。秦凡这么厉害，都只能进入前35，那他们这些新人菜鸟怎么可能进得了前50？这不是有点扯淡吗？不说我了，我来简单跟你们讲一下比赛的大概规则吧。简单的说，比赛分为2个阶段，一个是冷兵器阶段，一个是热武器阶段。那比赛区域有多大？直径100公里，比赛时间7天7夜。这样的话，如果真有一个伪装高手藏着，躲个7天7夜，对方也未必找得到啊。这样的话，时间一到怎么办？你这话就说到了重点。我想问一下，大家没有玩过军事射击类的游戏，比如落地成盒啊，不是类似绝境求生的游戏？尼玛，怎么说出这玩意的外号名来了？我玩过，我也玩过。30人中有近20人都举起了手。我可是战神段位，你是狗分生的战神吧？滚蛋！我那是正儿八经靠自己实力打出来的战绩，好吧？不服回去咱们比一比。我明白了，老大，你的意思是大赛的模式也是类似绝境求生的单人战斗模式，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缩短战斗区域。凡是在战斗区域外围的人，必须要在规定时间内前往重新刷新出来的战斗区域内进行战斗。没错，就是这样。老大，比赛是单兵模式吗？是，现在离比赛还有半个月时间，大家抓紧时间进行特种技能上的强化训练，争取在比赛的时候拿到更好的名次。姓名：秦凡，职务：龙牙中队长，体质属性2.6，技能：鹰眼数据分析技能，初级伪装技能，军工指点155000。系统打开商城。冰，商城已打开。系统，我想问一下，关于基因细胞修复药水是仅限于我自己用吗？可以给战友使用吗？可以，但提取出来后它们是口服，而宿主是系统协助直接融合，效果不同。至于能修复多少，系统也没法判定。系统，帮我兑换2瓶基因细胞修复液，提取出来。好的，请稍等。冰，兑换成功，2瓶基因细胞修复液已放置在您的左边裤袋中，请您查收。一共消耗了4万军工指点，剩余115000军工指点。系统，给他们服用的话，需要注意点什么吗？不需要，直接让他们喝掉就行。系统，剩下的给我兑换初级危险预警技能、中级格斗技能、中级战术突击和规避技能、中级狙击技能。好的，请稍等。冰，恭喜宿主兑换成功，融合完毕，一共消耗11万军工指点，剩余5000军工指点。尼玛，辛苦了半年，又成了贫困户了。冰，系统发布最新任务，请问宿主是否打开？打开。任务：宿主在全军特种兵大赛中夺取人头积分榜和存活榜双料第一，奖励0.5点体质属性值和5万点军工值。抱歉，这边选拔结束了，我们4个也该走了。这群小子天赋都不错。那次再分开，咱们5人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再见面了。哥几个，你们有没有想过跟我一起留在龙牙，继续为国征战？老钱，你别跟我们开玩笑了。老鼠和坦克还好说，他们的身体素质允许他们继续战斗，但我跟刀疤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根本没法再进行特种战斗。但凡我们身体状况能够适应特种战斗，当初我们又怎么舍了离开特种部队？如果说我有办法能让你们恢复到之前的巅峰状态呢？你小子就不要找我们寻开心了，我们身体什么状况我们会不知道，来这里协助你一下倒不是什么问题，但真进入战斗模式，我们现在的身体根本吃不消。你又不是神医，我们身上的问题是连军区中完最厉害的军医都没有办法，你能有什么办法？我就问你们一句，如果说我真有办法让你们恢复到巅峰状态，你们留不留？老钱，你认真的？你们认为我是那种接你们伤疤开玩笑的人吗？如果你真有办法，我告状保证绝对加入龙牙。我也是。坦克，你当初选择退役是因为家里老母亲年迈患病，你不得已退伍回去照顾母亲，但后面如果老高和刀疤都留下来，我也留，那就剩下老鼠你了。我当初可是因为犯了错，挨了处分，所以被迫退役的，哪里还有资格继续留在特种部队？你那个错误毕竟不是你的错，而且你只是不能再进入山堡，但不代表不能2次入伍。我记得你今年也才25，只要军区首长申请特招你进来的话，应该不是问题。如果你有办法能让我留下来，我自然愿意。咱们这些人又有谁愿意离开呢？好，那这个交给我。其实我在半年前就从山豹退役了，这是我的退役原因。你从山豹退役的，不是被挖过来的，你也是因伤退役的。这段时间我们也注意到你有训练，那强度
你之前在三宝的时候还要打，怎么看都不像是受过重伤不能参加特战任务的呀？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我跟你们说的方法。我退役回来后遇到一个老中医，他给了我一个秘方，说可以治好我的病。反正我当时的身体状况就那样了，再差又能差到哪里去？就死马当活马医试了一下，没想到真成了。那老中医说，这秘方适合那些因为重伤导致器官和骨骼肌肉受损服用，有细胞修复之大效。真了假了？这么神奇？那你们看我现在的身体素质，还有这张通知书，如果我身体没问题，你说大队长会放我走吗？那是铁定不能的。你这家伙潜力这么大，未来三宝指不定都得靠你扛起来呢。大队长除非是脑子进水了，否则绝对不可能。那不就是了？你说的那老中医在哪里？他说可以治好我和刀疤的问题。那老中医是一名游医，给了我秘方后就走了，我也找不到。但秘方我还留着，如果你们相信我，我去将药弄回来，你们喝下试试。可我们跟你的伤势搞不同，能用同一个秘方吗？我不是说了吗？这秘方是通用在器官、肌肉、骨骼细胞上修复的，归根到底，你们的伤势是跟我的差不多的，肯定没错。秘方呢？我看看。不行，那老中医说了，秘方只能我一个人知道，人家就治了我，我也不能不讲信用不是？怎么，咱们这么多年兄弟，难道我还会害你们不成？行，那就试一下。这1年多来，我无时无刻不在怀念我们在特种部队的日子。我宁愿战死在战场上，也不想在社会上浑浑噩噩的过完一生。老秦，我相信你。好，那你们今晚好好休息，我今晚去准备药材，顺便也去找一下龙司令，跟他说这件事。当然可以，我巴不得他们全留下来呢，哪怕不能战斗，但也能当教官啊。我们龙牙现在最缺的就是成熟的特种兵了。你放心，老鼠那边的问题我来处理，其他3人我立即安排人给他们弄好。那就谢谢司令了。怎么样？急什么？就算是毒药，喝下去也得有几分钟缓冲吧。何况这还哇！高壮话还没说完，就感觉身体忽然变得燥热起来，身体内仿佛有一股力量像是要破体而出一样。刀疤也是一样。你们怎么了？可不要笑哦！老高，比一下来。我去，那药见效也太快了吧！这真的好了，老秦，你这秘方还真是神了。老高，感觉如何？都恢复了吗？完全恢复不敢说，但至少恢复了70%。我也是。我操，70%，这才刚喝下就恢复这么神速？你们吃的是仙药吗？这个药需要1个月来缓冲一下，等下个月我再熬一副，你们再喝一次，应该就可以恢复到巅峰状态了。兄弟，啥也不说了，我高壮欠你一个大人情，以后我这条命就是你的了。还有我，感谢你给了我重生的机会。说啥呢？我们是生死兄弟，我帮你们不是应该的吗？你们这边的事，龙司令也跟我表态了，说完全没有问题，会帮你们搞定，十分欢迎你们加入龙牙。好，那我们5人以后又可以并肩作战了，同生共死。冠军，我来了。我很期待，如果在大赛上，曾经的老战友和大队长看到已经恢复的我们，会是什么表情？大队长一定气疯了，当初我要离开，大队长极力挽留，我还是走了。如果让他知道我现在在龙牙，非得驳了我一层皮不可。那你可得小心了，可能还不止大队长想揍你一顿，咱们那些老战友都不会放过你。那要揍也是先揍老秦好吧？老秦的潜力比我们大多了，他都跑了。要是大队长知道他又恢复了巅峰状态，甚至比以前更强了，估计得气死。我猜大队长估计都认为我们是装病故意离开的呢。秦凡，骁龙，你也这么快到了？刚到没多久。这个第8军区的怎么溜达到这边来了？我现在不是。那啥，我这边还有点事，晚点再来找你。我先忙了啊。老秦，怎么了？谁呀？没什么，看到一个老对手。老对手？12军区的骁龙，记得吧？他当然记得，那家伙可不是善茬，实力不在你我之下。那是以前，如果这次遇到，就只能算他倒霉了。能来参加大赛的，哪个不是有点本事的？总之，不管如何，咱们都要小心点。咦，你们第8军区不是早到了吗？还分2批过来的，不错嘛，升到少校了。吴超，你成中队长了。还行，骁龙，你也不错啊。我听说你也成了你们丽英的第2中队副队长了。跟你这个正的没法比。怎么了？你们山豹还分2批过来的？2批？没有啊，我们参赛的40人，这不都在这里吗？你们山豹这次可以多拿参赛名额。什么多拿名额？你啥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那不是，你们这里40人，再加上秦凡那家伙，不就是41人了？难道说你只是带队的，不参赛？秦凡在半年前因伤退伍了，
只怕以后都不能参赛了。退伍？你别逗了，蒙谁呢？我刚才还看到他在13军区那边溜达呢。咱们都老熟人了，玩这招可就没意思了啊。不可能，肖龙你就别开玩笑了。秦凡退伍不退伍，你认为我会不知道？他那身体素质已经不适合当特种兵了，半年前就走了。吴超，我没跟你开玩笑。如果你说的是真的话，那很可能秦凡已经加入了13军区的龙牙特种部队。我刚才还在那里跟他聊了一下呢。这不可能啊！他的伤势我们都知道的，根本已经不适合作战，怎么可能会2次入伍加入了龙牙？你说我们队长在13军区那边？他是以前秦凡带出来的兵，在任务中，秦凡就是为了救他才会重伤退伍的。如果你们不信我，你们去看一下就知道了。好，兄弟们，好久不见，你们还好吗？老秦，你真的没有退伍？队长，不错，半年时间不到就升到中尉了，不愧是我秦凡带出来的兵，没给我丢脸。队长，你怎么在13军区的龙牙啊？你不是半年前退伍了吗？老秦，这到底怎么回事？当时我不是回到社会上了吗？这刚出车站就被13军区找到了，说邀请我当他们龙牙的特种兵选拔教官。你们也知道我有选拔经验，反正当时我也没有事情做，就顺便帮他们了。这半年时间，我也将龙牙特种部队选拔出来了，并且担任他们的中队长，指挥他们作战。你已经是龙牙的大队长了。中队长不是大队长，因为目前龙牙也只有30多人，一个中队规模短期内也扩不大。那你在龙牙的事，大队长他们知道吗？应该不知道。我这边是13军区的龙司令，直接跟总部那边申请的。不管如何，至少你没有退役，即便不是在山豹，我们也为你开心。你的身体状况当指挥官倒是没有什么问题，可如果战斗……队长，这次大赛你参加吗？参加。可你的身体……没事，就当做玩玩吧，输了也不丢人。那你可要注意点，参加玩玩可以，但不要把自己的身体再弄得更糟糕了。我知道，放心吧，我自己有分寸，你们也给我好好加油。可不要被我新训练出来的人给干掉了，呵呵。队长，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给你丢脸的。你们是我训练出来的，我相信我的兵。真没想到，半年前咱们还是队友，半年后就成了对手了。不过你放心，如果在赛场上遇到，我会给你一次机会的，哈哈。老吴、老高、坦克、老鼠、刀疤，你们怎么也在这里？老兵，真没想到咱们还能见面，你这家伙身材又变壮了啊！还有你们几个臭小子，气势也出来了，没给你们秦队长丢脸。不是，你们怎么在这里的？你们也加入龙牙了？我是邀请他们一起来龙牙辅助我选拔的，选拔完毕后就都留下来了。奶奶的，你们这群叛徒！既然你们想回来，干嘛不回山豹？怎么都跑去龙牙了？这要是让大队长知道了，你们几人非得被他剥一层皮不可。我们这身体素质不是不能适应山豹的作战强度了吗？龙牙这刚成立，我们这些老东西还能混几年？那这么说，这次大赛你们4人也参加了？当然，那回咱们可以正面的较量一番了。就你那实力，也只能欺负我们山豹的一些新人。要是对上我，就算你有8条命，也不够我塞牙缝的。不管如何，你们还留在部队，我是真的很开心。好了，看到你们精神状态都不错，我也放心了。我还要回去，刚过来有很多事情要办，也顺便跟大队长汇报一下，让他老人家也开心开心。好，你先回去吧，等我这边忙完了，过去找你们。好，走了。队长，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先走了。老杨，好久不见啊！你这老东西，什么事情这么开心？难得你主动上来找我打招呼啊！首长好，你们第8军区给我13军区送来这么几个好兵，我能不高兴吗？我还得多谢你们8军区啊，否则我们13军区也不可能这么顺利的将龙牙打造出来，而且打造的这么好。你这老东西喝多了吧？我啥时候给你们13军区送过兵了？你们龙牙的创建跟我们8军区有啥关系？等比赛开始，你们就知道了。总之还是要感谢你。行了，我要回去给我们龙牙那群小崽子们开会了，明天见啊！这老东西说话不说完，小心生孙子没屁眼。胡闹！那小子不要命了，他不知道他的身体不能承受高强度的战斗啊！怪不得13军区的龙司令说要感谢我们第8军区，原来指的是这个啊！不过该说不说，那小子还真是有能耐，居然真能帮助13军区将龙牙打造出来了。不错，不愧是我山豹出来的兵。他们跟秦凡的关系好，加上又是龙牙的辅助教官，留在龙牙也是情有可原的。算了，
让他们留在龙牙也挺好。龙牙毕竟刚成立，任务也不多，强度也不大，或许他们能适应。你这边也注意一下，比赛的时候如果遇到他们，能放点水就放点水吧，毕竟是我们山豹出来的兵，总要留点情面的。我知道，我会跟队员们说的。大赛明晚就开始了，现在主要跟你们讲一下各个特种部队的情况。比赛其实就跟实战差不多，你们遇到比自己强大太多的敌人，又没有任何把握打赢对方的话，那就只有一个选择，跑。你们就不要犹豫了，能跑就不跑，实在跑不掉，那就竭尽全力去战斗。今晚你好好看一下上面各个特种部队的资料。是，快帮我看看我军区1号选手的情况。是。这小子还真是放松啊，再看看他周围的对手有哪些。是。对手分别来自第1军区的刘峰、第6军区陈海、第12军区的吴超、第18军区的李杰以及第27军区的曾德林。刘峰、吴超，怎么会是他们2人？老棱啊，你们军区这个从山豹挖过来的秦凡，我还是认识的。我记得秦凡好像是受了伤才会退伍，被你们13军区有机可乘，将其挖到你们龙牙去的吧？滚蛋！什么叫做有机可乘？你这老东西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们军区的猎鹰是早期创建的，哪里知道我们新建的龙牙有多大压力？问你们要个好一点的教官，你们给我没有？我不找秦凡，难道我这龙牙不创建了？我们猎鹰这不是没有空余的人手吗？这要是有，不早就借过去给你们用了。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不就是怕到时候训练结束后，你那个兵被我挖走吗？还说的自己有多高尚似的。你这老东西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那行，咱们就看看，等会如果他们遇到，是谁哭谁笑。终于开始了吗？那么我的猎杀也正式开始吧。嘿，第27军区的兄弟，我看到你了，从树上下来吧。我去，居然被发现了！我说老龙，你们这秦凡也太大胆了吧！我记得你们家秦凡好像是受伤了吧？就那体质也敢主动出击，真当我们27军区好欺负不是？一条龙即便是断了一条腿，它还是一条龙，吃掉一条蛇还不是很简单的事。少他妈给自己脸上贴金！这秦凡我们又不是没了解过，上一届排名也不过是35，原本是在第8军区的，人家受伤退伍后，你这老东西硬生生将人家带回去了，根本不考虑人家的身体状况能不能吃得消，你这老东西很是自私啊！啥叫自私？你可别乱说话啊！我这又不是绑架，我也是征询秦凡同志的意见的，好吧？行了，你们也别吵了，你们2个军区的这2个人，最终结果还不是陪跑的份，在这里争有什么用？等会补就知道结果了。龙牙那个新成立的特种部队，新人不是你一个新人菜鸟，也敢主动出击找猎物？我就是感觉躲起来闲得慌，一天一夜呢，总要找点事做不是？再说了，咱这些新人反正都是陪跑的份，迟早要被淘汰，倒不如早点被你干掉，回去睡觉去。你这新人菜鸟觉悟倒是挺高啊！行，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那这人头我就收了。不过看在你给我送人头的份上，我让你3招，省得别人说我欺负新人。这蠢货本来就菜，装什么蒜啊？哦，那就谢谢老兵了，那我动手了。来吧，老兵，那我来了。不是，这家伙不是说受过重伤，体质变得很差了吗？怎么会还这么厉害？我早跟你们说过了，我们家秦凡早就恢复了，你们还不信？现在被打脸了吧，老东西！感谢你们将这么好的一个宝贝给了我们13军区啊！等比赛结束，我请你吃大餐。不是，首长，秦凡确实是受了重伤，且几个权威医生都说了是不可康复的。这就是你说的不可康复？我看他现在康复的比当初还要厉害。这么优秀的一个兵，你给我拱手让人了，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说兄弟，你太不厚道了吧，居然扮猪吃虎！我没有说过我很弱呀，是你一知道我是龙牙的，见我是新人，就认为我很弱，主动说要让我3招，让我先出手的。不是，我就不明白了，你一个龙牙新人怎么会这么厉害？你在龙牙担任什么职务？我是龙牙的中队长。龙牙中队长？你不是新人吗？新人还可以当中队长？是新人啊，不过我是2次入伍的，而且龙牙也是我打造出来的。你打造出来的？哦，顺便也告诉你吧，我之前是在第8军区山豹特种部队的，上一届的比赛是第35名。你35名？我操你大爷！你特么有病是吧？这么强你退伍跑去龙牙？你们第8军区的领导脑子进水了吗？这样都把你放走，去一个刚创建的新特种部队，
那个，你也不要太纠结这个了，这只能算是你倒霉，我也不知道你在这里不是。可这还是我的不对了。秦凡，是你，我以为是谁在这么短时间内打响了信号枪呢，原来是你这家伙啊！怎么了？你之前都受过伤了，还这么轻松的将对方干掉了？还行，怎么，你这追过来是要干掉我吗？我也是不想的，但这是战场，咱们又是对手，要是放你走，好像也不太适合。你之前受过重伤，你来参赛十分危险，我这也是在帮你，让你早点回去休息是吧？我记得上届比赛咱们交过手，我就是被你干掉的，对吧？这个好像是。其实我也不太想再干掉你一次，但没办法，遇到我只能算你倒霉了。行吧，那咱们今天就新仇旧账一起算了。怎么，在你巅峰时期都不是我的对手，现在身体素质大不如从前了，还想干掉我？秦凡，你这就有点太自大了，不如你直接将信号枪给我，省得等会拳脚无眼，我再把你伤了。那可不见得，说不定我不仅恢复到之前的巅峰状态，而且比之前更强了呢。一边的李杰这时也是坐在一边看戏，心道又有一个傻货被这家伙骗了。还好有一个二货跟我一起，心里好受一点了。骁龙这个傻货，不要掉以轻心啊！这家伙真的没有说谎啊。行，那就来吧。不过等会伤到你，可不要怪我。好，那我来了。完蛋了，你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秦凡？特么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早就跟你说了，我身上的伤已经恢复，且已经超越了之前的巅峰状态，你还不信？不是，就算你恢复了，也不可能比之前强那么多吧？你的格斗实力我之前领教过，跟现在天差地别，好吧？所以你还要打吗？废话，这是一场战争，除非是你将我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否则想要拿到我的信号枪，妄想。行吧，我也知道你不会投降，那来吧，就让我看看你已经强大到什么地步吧。看招！太慢了，操！怎么不打了？打你妹啊！老子可不是受虐狂，妈蛋，你这家伙太变态了，到底是怎么练的？怎么就变得这么厉害了？不要命的练就行了。好吧，你牛逼，我输了，输得心服口服。不过秦凡，你记住，下一届比赛我一定会赢你。放心，你不会再有机会了。是一个人干掉了2个人，还是一人打了1枪？管他呢，我还真不信，在这片区域内还有排名在我前面的高手在。即便是前10的那些家伙，或许在综合实力上比我强，但格斗上也未必有我好。这个人头不要白不要。好样的！咦，那不是第1军区的刘峰吗？他好像朝着秦凡的方向跑去了。快将镜头调出来，我看看这个蠢货跑过去干嘛？赶紧溜啊！哦，第1军区的刘峰吗？也罢，在第1阶段多解决掉几个靠前的高手，后面进入热武器阶段就不用那么费劲了。秦凡，你完蛋了，刘峰来了。他来了我就完蛋？怎么？难道你还以为能够打得过刘峰不成？你根本不清楚他们的体质有多么强悍。如果你对他不了解的话，我现在可以给你快速科普一下。我知道你现在很强，但我不认为你能打得过他。趁现在还有时间，我劝你还是赶紧跑吧。前30吗？我的目标可不是前30，而是冠军啊！双料冠军，不试试怎么知道？说不定我还真能打败他呢。龙牙的人，我记得龙牙是今年刚成立的吧？你一个新人居然能干掉骁龙，我没记错的话，你应该是12军区的骁龙吧？至于你，我不认识。那么新人菜鸟，你是谁？这骁龙是你干掉的？对你这个排名第15名的高手来说，我是谁和骁龙是谁都不重要吧？你过来不过是为了多拿一个人头，何必问这么多，浪费大家的时间。有意思，真没想到现在的新人菜鸟都这么牛逼了，说话口气这么大。不过你说的也对，这些的确是废话。既然你知道我是谁，见我来了，你居然不跑？为什么要跑？有人主动上来给我送人头，我高兴还来不及呢。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能够干掉我，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也顺便教教你这个新人菜鸟怎么跟前辈说话的。动手吧，我让你3招，别说我欺负你。完蛋了，完蛋了！这小王八蛋，你逞什么能啊？还让人家3招，只怕3招过后你就得坐飞机回家了。呵呵，你们家刘峰还蛮谦让的吗？谦让你妹啊！知道你们龙牙得到了秦凡这么一个宝贝，你开心了，可也不要表现得这么明显好吧？让我3招，你确定？对付你们这些新人菜鸟，就算让10招都没问题。这可是你说的，等会可不要后悔。第1招我来了，刚才那是第1招，现在是第2招。前辈，不麻烦你让3招了，2招就够了。你说你哪来的老龙？你们军区这个秦凡还是人吗？你这老东西不会是给他打药了吧？这太变态了吧！我说大哥，你不要再看我了好不好？我的心也在滴血啊！这就是你说的很强？特么人家是真的很强的好吧？只不过遇到你这个超级大变态啊！特么谁能知道，你2拳就将人家给干趴了？尼玛，杀人不过点头地，你赢了就赢了，说这句话啥意思？我不要面子的吗？你真的是新人菜鸟？你是第2个问我这个问题的人，我现在也没有空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你被淘汰，还是问跟你一样被淘汰的人吧？
拜拜喽，3位人头兄弟。他哪里是什么新人？他原本是第8军区的人，后来去龙牙担任选拔总教官，现在是龙牙的中队长。我说一个新人怎么会有这么成熟的身体素质和劲爆的格斗实力？他之前在第8军区时没有参加过比赛吗？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参加了，只不过你没见过而已，也不会关注到他。为什么？因为他参赛的最好一届的成绩是第35名。这怎么可能？这么牛逼才35名？难道说他除了格斗厉害之外，其他技能水平很一般，在热武器阶段被人轻松干掉了？其他作战技能我不清楚，但格斗的话，他上一届还不是我的对手，只是不知道这家伙是怎么练的，2年时间就变得这么强了。导演部，你们这边就不能管一下这个变态吗？再这样让他猎杀下去，特么不用进入第2阶段，大赛就要结束了。妈的，直接把冠军直接送给这小子算了。要是直接给冠军的话，我也不介意的。滚！咦，你们看，好像秦凡所去的方向，那边是第8轮军区的吴超。这2人不会打起来吧？吴超可是我们第8军区的王牌兵王，我们还指望他能在这次比赛中进入前15呢。这要是再在第1阶段被咱山豹以前的人给干掉了，咱们第8军区就真的在全军丢尽脸面了。应该不会吧？秦凡这小子应该多少会讲点情义，不至于真的对老战友动手吧？这可是比赛，要真说战友，咱都是军人，这不都是战友吗？咦，怎么是老吴啊？老秦，你怎么过来了？你不会被人追吧？赶紧的，到我后面来，我保护你。没事了，我把他甩开了。你啊，身体受过这么重的伤，加入龙牙后，好好当个指挥官就行了，干嘛还要出来折腾自己？你也说了，毕竟是龙牙的人，龙牙现在加上我们几个老东西，也才30多个人，都凑不够40人，咱怎么说也该出来效一份力吧？你放心吧，我现在身体没问题的。算了，我输不过你，这一阶段你就待在我身边吧，我先保你到第2阶段再说。反正大赛也没有规定说不允许不同部队联盟。算了，我也不能拖累你不是，就让我自己走吧。反正我就是过来陪跑的，在第1阶段被淘汰还是在第2阶段被淘汰，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你综合实力比较强，这第1阶段还有不少时间，你还可以收割不少人头。可是，行了，就按照我说的做吧，不然你越是保护我，越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废物。行吧，那你小心点，赶紧找个地方先隐藏起来，你的身体不能长时间激烈运动。我知道，去吧。你们第8军区欠我们13军区一个人情啊！尼玛不要脸的老东西！秦凡本来就是我第8军区的人，你一个挖墙脚的，我特么没问你要人情就算了，居然还敢跟我要！一把步枪加上一把狙击枪在手，整片山林还有谁是我的对手？要跑圈了，出发，向信号接收区撤离。特么我这是上辈子被落地成河影响了不小啊！老龙，你们家秦凡给我等着，我第1军区一定要报这个仇。话可不要说得太满，等会小心被打脸。我还真就不信了，短短2年时间，秦凡不仅在格斗实力上大涨，其他作战技能也变得十分厉害，远超我们第1军区的选手。说不定还真是哦，这傻小子明明还够时间从其他方向进入战斗区域，为什么要这么犯闲，走最近的路？快给我调出来，在秦凡奔袭进入战斗区域的方向内，是否有对手埋伏在那里？是，有3个，分别是在秦凡的正面方向和2点钟方向以及10点钟方向。正面方向是第1军区排名22的罗杰，第9军区排名87的苏林，以及第32军区排名155的陈飞。3个除了前面之外，在秦凡同志的左右2边后面也有2个人，这2人都是第1军区的人。按照他们的速度看，秦凡应该是先进入平原丘陵区域，他们才刚到。老龙啊老龙，我看这次你们军区的秦凡怎么活？在第1阶段时候，他不是很嚣张吗？秦凡啊秦凡，赶紧换方向啊，不然就完蛋了。不应该啊，以秦凡这小子的性子，不该这么冒失的。前面肯定有人埋伏，正面方向、1点钟方向、10点钟方向都有人，位置还比较隐蔽，旁边还有备用阵地，3人相互之间相距300多米，中间相隔茂密的山林，也难以有可以射击的角度。不错，这3个人头我都要了。老龙啊，这回我看你们家秦凡往哪里跑？你们第1军区的人不都是战斗经验丰富的老特种兵吗？特么怎么还有2人往秦凡那边的方向跑？有病啊！你懂个屁！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以为我们军区的罗杰为什么会埋伏在那里？难道仅仅是为了伏击1、2个从那边跑的蠢货？你这老东西太狡猾了，居然事先让手下的人计划好，在规定的地点汇合，团队作战。卧槽，你们作弊啊！作弊你妹啊！哪个军区的人进入第2阶段后不是这样做的？事先定好各个区域的汇聚地点，在附近这个范围内的自己人赶过去抱团战斗。连不同部队的人都可以团队作战，何况是本部队的人？你们军区不会都没有这个战略吧？龙牙的，终究还是新人菜鸟，居然会往这边跑。我们的人也到了。那行吧，这个人头积分我就先要了。完蛋了，罗杰要开枪了。再见，菜鸟。什么？这家伙的危险意识也太强了吧！居然能感知到有危险，骤然间降临。这秦凡危机感好强啊！居然这样都能躲过罗杰的一枪，可不是。要知道，这小子可是直线往前奔袭的，而罗杰刚好在他正前方，这样被打中的几率足可以达到99%以上。可这小子硬生生的靠着危机感知意识，居然躲过了，运气太好了，躲过第1枪而已。后面我看他怎么躲。危机感知意识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妈的，开枪！这个人头不能白白送人！该死的，这家伙的危机感也太强烈的吧！这小子变态啊！特么，这都打不中，是不是对面那3人射击实力太差了？敢在这里设埋伏狙击的，实力能差到哪里去？而且其中一个开枪的还是老罗，他的狙击实力你能不知道吗？可是他怎么能做到这样？鬼知道！要不我们在他背后也来一枪，不然真让他过去了，就他这实力，老罗和其他军区的那2人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一旦他将前面区域占领，我们想要过去都不可能了。只有干掉他，再配合老罗将其他2人干掉，我们才能是安全。就按照你说的做。首长，第1军区后面的那2名选手也要开枪了。不要脸！你们第1军区的也太不要脸了吧！特么居然还在背后搞偷袭。要是平常的战斗也就算了，现在秦凡在前面应付着3人，你们军区的居然也好意思在背后开黑枪！操！居然搞偷袭！你们这小垃圾！既然这样，老子就不客气了。那家伙什么时候对我开的枪？这样高速战术动作，在规避我们的攻击情况下，还能对我进行瞄准？在这个距离，这个高速规避动作下，居然还能开枪？这是听声辨位吗？可特么我这是枪声啊！你是顺风耳吗？一听就能知道我的准确位置。给你们机会不中用啊！5个人对我射击都打不中我，现在只有2人也想打中我。这不可能！他是怎么躲开的？他能清晰的看到子弹的弹道，不然怎么会微微偏头就刚好躲开了子弹的射击了？操！这是你逼我的！等的就是这个时候。狙击了我这么久，还想跑？你跑得掉吗？这是特种兵，这特么就是一个外星人吧？哪里有特种兵具备这么精准极致的枪法的？龙卫国，你特么从哪座坟堆里将这个非人类的东西挖出来的？这样的变态你派过来参加比赛，把我们各个军区的人当作是菜鸟一样随便运，我们这些老东西不要面子的吗？好像是从他们那边挖过来的。什么叫做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这么说，我们第8军区的人都是活死人。老龙啊，咱们商量个是如何？有话你就说，不要露出这种笑脸，否则我感觉你要非礼我。非礼你妹啊！你这老东西思想能不能不要这么龌龊啊？我是想说，我用3个排名在前200的好兵换你们家秦凡怎么样？好家伙，这比赛还没完呢，就开始挖墙脚了。不换，我们龙牙就这么一个宝贝，换给你们，我们龙牙怎么办？等着下届比赛被你们军区虐啊！我用3个换你1个，你也不亏啊！你们龙牙刚成立，就一个秦凡是老兵，哪里能带得动那么多人啊？你得为龙牙的整体实力考虑不是？别说5个，就是10个、20个，我也不换。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这群老东西在打什么算盘，看到我们家秦凡的潜力了，就想挖过去，回头下届来虐我13军区。想得美！我说你们第1军区这边还有什么可说的吗？之前你不是说我们家秦凡死定了吗？没想到你们第1军区3人联手都不是我们家秦凡的对手吧？脸疼不疼？疼不疼？还敢嚣张不？你这老东西也不要得意太早，第2阶段才刚开始，罗杰只不过是我们第1军区中流砥柱罢了。
我们第一军区最厉害的几个人都还在呢，后面才是我们第一军区报仇的时候。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行，那咱们就看看谁能笑到最后。老兵，麻烦你将身上的装备都脱起来吧。兄弟，你不是新人吧？龙牙从哪个军区将你挖过来的？我原本是第8军区的，因为特殊原因去了龙牙。山豹的，我不记得山豹里面有你这么厉害的一个人物啊！就你刚才展现的身手，进入前10甚至前5都没有问题。我怎么从未听说过你？你叫什么名字？我呀，请叫我黑马。呵呵，黑马？你这可不是黑马，是觉醒的神龙啊！遇到我，只能怪你倒霉了。我这个位置是比较隐蔽的，应该没人能发现吧？不是，那家伙是怎么快速发现那里有人的？那名选手的伪装已经非常好了，哪怕是排名前20的选手，想要发现也有点难啊！尼玛，秦凡这小家伙到底还能让我们震惊多少次啊？格斗厉害，战术规避和突击厉害，射击厉害，现在连侦察力也这么厉害，这样的人简直是山中之王啊！可不是，被他遇到的选手就只能自认倒霉了。现在，除非是出现一个小队，并且是做好埋伏的情况下，可以与他抗衡一下，否则想要干掉他真的太难了。军刀无眼，我劝你不要乱动，否则割断的就是你的喉咙啊！尼玛，我居然被人伏击了！你挂了？不是，你这家伙到底是人是鬼啊？怎么爬过来是一点点声音都没有的？抱歉，我不跟死人说话。好了，你现在可以好好休息了，我就不打扰了。休息你妹啊！特么老子都被你干掉了，哪里还能睡得着啊？今年这比赛跟往届似乎大不相同啊！往届比赛中可没有那么多军区联合，现在中下游的军区部队都抱团了，多则超过了10人，少则也有3、4人。可不是，那些排名前10的军区部队现在也都抱团了，都形成了一个个突击队的规模。看来这后面是要打团队战了啊！没办法，谁让我们这些部队实力比不上你们这些豪门部队呢？如果不抱团，就得被你们一个个啃掉，今年就真的就又是陪跑了。可不是，所以我们在比赛开始前就商量好了，区域缩小后，在指定位置汇合，我们不同军区的人联合起来对抗你们排名前10的部队。不要脸！你们以为抱团后就能对我们构成威胁了？我们各个部队之间也都基本汇合在一起了。真要撞见，即便你们抱团又如何？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们这些之前没有磨合过的团队，都不过是纸老虎罢了。我知道，如果撞见，我们肯定还不是你们的对手，但在淘汰前咬下你们身上一块肉，也不枉此行啊！总好过像往届那样直接被干掉，没有丝毫的还手之力，好吧？今年我们可不仅仅是陪跑。这家伙怎么就不去找咱龙牙的人会合呢？就那么喜欢单打独斗。之前他还在期待着秦凡能够进入前5，甚至去争夺冠军头衔。可现在，随着各个部队的联盟和那些排名前10的部队成员会合，他倒是不敢这么想了。真当我们家秦凡是游戏里面的开挂高手吗？首长，秦凡这边遇到麻烦了。怎么回事？老龙，你们家秦凡遇到我们的盟军队伍了。我们这支盟军队伍可是由我31军区、18军区、15军区联合起来的，一共有17个人呢。你们家秦凡完蛋了！你们3个老东西简直是无耻到家了。人家都是2个军区联盟，你们倒好，3个都走到一块去了。你们怎么不将其他军区的人都叫在一起，玩个红蓝对战得了？17个人打我们家秦凡1人，你们也好意思？我告诉你们，要是用这种方式将我们家秦凡淘汰出去，老子非得跟你们拼命不可！老龙，你跟我们嚷嚷也没用啊，我们又没下达命令让他们攻击你们家秦凡，怪只能怪你们家秦凡撞到了我们3个军区的盟军而已。你们家秦凡不是喜欢创造奇迹吗？之前5人前后狙击他都干不掉他，说不定这次他也可以绝境反生哦。真当我们家秦凡是游戏里面的开挂高手吗？报告，薛队，发现1名独狼已经进入我们的观察范围。我这边也注意到了，那咱们就按照之前约定好的，他在我18军区的区域内，就由我们18军区的人来清扫。你们31军区和15军区按兵不动，实在不行，你们再进行辅助。明白。
那这名龙牙的独狼就交给你们了。放心吧，这龙牙也是刚成立的特种部队，没有啥战斗经验，一个人居然也敢走夜路。今天我们就给他一个教训，希望下一届比赛他能尝尝心眼，狙击手干掉他。是，干掉了吗？肯定干掉了，这么近的距离。可是18军区的人刚说完，忽然感觉到哪里不对劲，枪声怎么好像是从前面传过来的，不是从后面传过来的。他被干掉了，被发现了，对方也是一名狙击手。快隐蔽！我们的狙击手隐藏的这么好，还是被他发现了，是个侦察高手。大意了，真没想到，一个刚成立的特种部队，居然也有这么厉害的新人，怪不得敢夜间一个人行走。学队，你们不行啊，居然连一个龙牙新人都干不掉，还损失一名狙击手。观察手，你接替狙击手的位置，将人给我找出来，干掉他。是。秦凡已经爬了下来，并且躲在一处草丛中，同时施展出伪装技能，与这夜间的环境和草丛颜色融合在一起。报告，找了一圈后，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怎么回事？我明明看着他是趴下去滚到一边去的啊，他绝对没有往回跑，否则我不可能发现不了。可人跑哪里去了？还是一个伪装高手不成？老杨、老苏，你们两个军区那边有发现龙牙那家伙吗？我这边也没有发现，那家伙好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我这边也没有。老薛，你们得小心点了，这家伙有点实力，可不要阴沟里翻船了。我还真就不信了，他一个龙牙新人，还能在我的地盘上翻起什么大浪来？观察手、暗哨，你们负责在这边对他进行狙击，我带他们2人搜索过去，吸引他出来。一旦他冒头，一枪干掉他。是。老杨、老苏，现在也暂时不分什么区域了，让你们那边的狙击手也给我盯紧了，有机会就开枪。明白，你去吧，我们帮你掩护。薛洋应了一声，冲2个手下挥了挥手，3人缓缓从草丛中爬起来，相互交叉掩护，以树木为掩体，慢慢的往前推进。而秦凡依然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要的就是将这些人吸引过来。瞬间，方圆10几米内烟雾弥漫。不好，他要逃，快追！漂亮！转眼间，你们18军区又被干掉了3人，还剩下2人就团灭了。刚才你不是还很嚣张吗？有本事你再跳啊！哈哈哈！您也别太得意，别忘了秦凡现在的困境。虽然我们这边被干掉了4人，但盟军还有13人呢。您以为他逃得掉？我相信我的兵，他能这么轻松的干掉你们4人，就能干掉你们所有人。阴沟里翻船了，妈的，这个仇必须报。你放心，你们18军区的仇，我们替你报。这家伙刚才都没有离开那片区域，我们突击过去，狙击手在后方观察，还是一样的模式。我就不信他身上还有很多烟雾弹，即便有，我们不进去，往烟雾弹里面扔手雷，他也会被炸的淘汰。行，那就按照你的计划来。31军区的，除了狙击手之外，其他人随我突击。另外一边，15军区的，除了狙击手之外，其他4人加上18军区的那个暗哨也开始行动了。他们快速朝着秦凡所在的区域里奔袭过去，速度非常快。可在距离还有20米的时候，2个小队都开始放慢脚步，开始仔细观察着四周。怎么回事？他不是在这一片区域吗？我们都仔细搜索过了，哪里有人？各个狙击手，你们有发现人逃出去吗？报告，没有。众人满脸不解，他们朝着薛洋3人看去。别问我，我被淘汰了。而且说实话，我们进入这里后也没有看到人影，只听到枪声。扩大范围，继续搜索。我还就不信了，他们爬到哪里去？小心点，2人一组，相互之间相隔不要超过10米。是。快调查监控看看，秦凡怎么就不见人了？他跑哪里去了？是。可是技术人员将附近的摄像头都调出来后，甚至还是回放到了之前秦凡放烟雾弹的时候。秦凡扔烟雾弹的时候，秦凡还是在那片区域中的。可是烟雾弹喷出烟雾后，秦凡的身影就消失了。他们一点点的回放都没有看到秦凡的身影有跑出或者爬出那片烟雾的范围。秦凡同志没有离开啊，他就在那片区域里。可是为什么监控摄像头也拍不到他的身影了？这回连各个技术人员都懵逼了。这小子难道还真会遁地或者隐身不成？咦，那是谁？这时一道人影从刚才秦凡丢烟雾弹的位置东面一闪而过。快调转摄像头去拍摄，是秦凡，他在31军区狙击手的背后。一众大佬脸色一变，
快速看去，很快便是认出那身影。真的是他？不是，他什么时候跑到那边去的？我们的人看不到也就算了，怎么监控摄像头？你挂了，请遵守演戏规则，不要出声。那狙击手已经懵逼了，微微转头看向秦凡，顿时认出来了，他就是他们一起在寻找的那个聋哑新人。不是，这家伙是怎么跑到我后面来的？我们3个狙击手一直死死地盯着那片区域，一直没发现有人离开啊，这样也能悄无声息地溜走，还摸到我后面来了，我居然还一点也没发现，开什么玩笑？之后，秦凡快速绕道，往其他2个军区那边的狙击手方向跑去，又以同样的方式将2人无声干掉。那被秦凡干掉的几人，一个个都是绝望地看着秦凡的动作，他们都清楚，他们3个军区的人只怕要完蛋了。他在你们的大后方啊，你们还在那里找个屁啊？回去干掉他啊！这群笨蛋，回去就死定了。秦凡在2边区域都设置了雷区，就是为了等他们回来的。完蛋了，妈蛋！这群蠢货，找个人都找不到，还被人家算计了。回去看我怎么收拾你们！现在，其他军区的大佬是一边看戏，一边也在不断查看自己军区团队的位置。他们更是希望自己的团队遇到那些排名前10的豪门部队，也不要遇到秦凡这个变态啊！估计是跑掉了，回去吧，再这样搜索下去，指不定会被那些强队盯上，给我们一个突然袭击。完了！不好，我踩到地雷了！地雷？怎么会有地雷？这片区域我们好像没有设置有雷区吧？报告，我踩到地雷了！不好，这地雷是那个聋哑新人埋的，他刚才已经摸到了我们自己的阵地中。快隐蔽，快隐蔽！好样的！我看你们3个老东西还敢大言不惭，要干掉我们家秦凡，现在知道错了吧？知道什么叫做单兵之王、森林霸主了吧？老东西，我跟你拼了！卧槽！你们3个老东西不讲武德啊！输了就要打人！我说你们4个加起来都快300岁了，能不能收敛一点？那么多后辈在这里看着呢，也不嫌丢人。操你大爷！卧槽！我提醒你们一下，还有错了，有种你再说一次，再操你大爷！老子跟你们拼了！操！大队长，那啥，几个首长都打起来了，我们要不要上去拦一下？你们不怕死就上去。这些军区老首长大部分都是带兵打过仗的人物，一个个可都是脾气暴躁的老兵体。上一届有2个傻逼不听我的劝，非要上去拉架，一个被打断了鼻梁，一个被打折了手，都是被抬着出去的。干好你们的本职工作就行，其他的什么都不要管，不要问，否则引火上身，我可救不了你们。兄弟，以前没见过你呢，你真是聋哑新人。对，我就是新人菜鸟，还是很嫩的菜鸟。行了吧，你们好好歇着吧，哥们，我走了。秦凡这边先不管了，给我调出我聋哑其他人的影像。是，首长调出来了。目前聋哑这边除了秦凡同志之外，还剩下5个人，他们正在靠近山脚下这边进行布雷防守。5个人也还算不错，至少今年我们聋哑有6个人进入前300了，这个成绩算是达到中流特种部队的水平了吧？首长，您军区的聋哑这边只怕要危险了。第4军区的队员已经从东面悄然摸了过去，另外第9军区的也出现在西面，他们都盯上了聋哑。你们2个排名前10的军区特种部队一起跑过来欺负我们聋哑这个新进部队，有没有搞错？又不是我们指挥的，你骂我们也没有用。就是，再说了，他们估计也不知道是你们聋哑在哪里吧？你们聋哑的人也是傻逼，那块区域是方圆10里内最佳的防守区域，跑到那里扎营，这不是找死吗？老东西，这回我看你们聋哑的其他人怎么活。我看看他们是不是也跟秦凡一样，有着那么变态的实力，能从2个排名前10的特种部队手中逃脱。高壮啊高壮，你们可得给我顶住啊，至少也要给我逃出来1人吧。也不知道老大现在怎么样了，现在我们会合在一起，还可以多撑1天半天，可队长是1个人啊。以老大的实力，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吧？也说不定。现在到了半决赛，既然我们龙牙知道会合在一起，团队战斗，其他部队就不会吗？如果老大被他们一个队伍围剿，也是凶多吉少啊。好了，不要说话了，赶紧休息，养好精神，明天战斗。接下来的战斗
可不会像前几天那么轻松了。是，不对劲，怎么了？发现敌人了？没有，但我有种危险要降临的感觉。大家先不要睡了，观察一下，看是否有人摸进来了。现在已经是凌晨2点半，敢在这个时间段进入别人的防守阵地发动袭击的，基本都是那些排名前10的军区部队。他们都有一个默认的规定，要将前10之外的部队在进入决赛圈前全部淘汰出去，这样就防止有其他部队的人在决赛圈浑水摸鱼。报告，西面11点钟方向350米处有敌人出没。报告，东面1点钟方向400米也有人影出没，至少4人。两边都有人，看不清。他们似乎也发现我们这边有人了，已经隐藏起来。前10的部队如果过来的只是一个部队的话，或许我们还可以逃出去1、2个。但如果是2个不同的部队都盯上了我们，只怕做好战斗准备吧。既然逃不出去，咱们就不逃了，跟他们拼了，即便战死也要拉一个垫背的。是，队长，前面肯定有人。夜间敢行动的都是比较强的军区特种部队，以防守的为主的基本都是中下游的部队，这样的部队只配给我们当垫脚石。耗子，你上去先侦察一下，小心点，可不要阴沟里翻船了。是。狙击组找到你们的狙击阵地。是。突击组准备随我进攻。是。报告，发现一支小队，如我们猜测的那样，他们在山脚下最佳的防御区域内。他们似乎也察觉到有人摸进来了，十分谨慎。我没法再前进了，否则会被他们发现。队长，制定进攻计划吧。狙击组按照位置找到人了吗？报告，我这个位置只能看到其中2人，剩下的人看不到。如果往前找狙击阵地的话，可能会被他们发现。完毕。那就不要动了。你们在那里负责狙击，我们负责突击过去，吸引他们出来。你们看准时机，一有机会就开枪。收到。所有人准备，1分钟后发动突击。队形按照原有模式。是。吴队，进攻吗？当然，这些人头白送的干嘛不要？一些中下游的特种部队而已，能奈我们何？各组准备好，1分钟后进攻。是。现在只能依靠秦凡，能为龙牙争夺前10的荣誉了。行动，行动！不好，我们这边有几人冲击过来了。我这边也有。妈的，他们应该不是同一个部队。准备战斗吧，兄弟们。是。开枪！隐蔽，隐蔽！狙击手，快压下身体，隐蔽！李华，给我找出他们的狙击手的位置，干掉他！是。该死的，还是慢了。这才刚一个照面，龙牙就被干掉了1人。老龙，你们龙牙就不要挣扎了，被我们2支队伍盯上，你认为还能逃得掉吗？即便逃不掉，也要咬下你们身上一块肉。我相信我龙牙的队员能够做到。你太看得起你们龙牙的其他队员了。如果你说的是遣返，或许我还信，但是这剩下的4人，恐怕他们还没有这个实力吧。哼，等着瞧。是哪支部队在那边啊？赶过来猎杀的，肯定也是排名前10的。大家小心点，可不要被他们绕过来背后偷袭了。虽然我们这些强队都有默认，在同一个区域对付弱队时不会朝对方放冷箭，但也不排除他们不要脸，还是小心点为好。队长，我看到他们的袖标了，是13军区新进特种部队龙牙的。龙牙？你开什么玩笑？这个新人队伍也有4、5个人能闯进这半决赛，你确定看清楚了？报告，看得很清楚，的确是龙牙的人。妈的，怎么办？这2支队伍同时进攻，明显是把我们当作是人机来宰了。我们一直爬伏在这里躲他们的狙击手，也没有办法啊。现在还能有什么办法？只能干掉一个是一个了。射击组继续盯紧他们，我们突击过去，吸引他们开枪，将他们引出来。太好了，我们龙牙的王牌终于回来了。秦凡，居然是秦凡！完蛋了，怎么会是这家伙？瞧，他1个小时前不是还在其他区域的吗？怎么这么快就跑到这边来了？一道狙击枪声轰然从远处传来，枪声一响，原本紧张的气氛再次升级，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等待着下一声枪响。该结束了。混蛋，给我将脑袋压低，埋在泥土里！你们都想死吗？谁让你们将头露出来的？狙击手找到敌人了吗？报告，
还没有，因为太多障碍物了。我这边往上看，大部分视线都被树叶和树干遮挡住了，很难将对方找出来。操，这个距离，我们的狙击手发现不了他，但他确实可以大概率的看到我们。这仗要怎么打？队长，要不先撤吧，我们不能一直耗在这里，不然等他们其他人摸过来，我们就全完蛋了。我们一起冲出去，他就是枪法再准，也只能干掉我们1、2个人，其他人还是有机会溜走的。反正龙牙这边也只剩下2个人了，没必要为了团灭他们，让我们全军覆没啊！妈的，老子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到底是哪个强队对我们进行袭击？要是让我知道，看我不弄死他！所有人等会听我命令，我喊行动的时候，全部起身撤离，一定要沿着障碍物多的地方跑，注意战术规避。收到。